俯仰、前后摆动都有很好的表现，侧摆、左右360旋转也都没问题。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 V， 今天要来开箱这盒 RG 的非翼零式 TV 版。这一盒真的很难找，就是到处蹲、到处找，就是找不到。然后后来是因为有一次啊，是我的家人问我说，他要从淘宝上买东西，然后问我说有没有什么要带的。正好我想到 FB 社团里面有人就是从淘宝买回来的，所以就赶快去找。当然啦，我是有就是好好检查过，说这到底是不是盗版的厂家，因为我也是怕买到盗版的嘛。那后来再三确认之后，确定好，这应该就是正版，就买回来。那检查之后呢，看起来就是正版的，没有错了。那坦白说，小时候其实我是蛮讨厌非翼零式这台机体，因为我觉得说，怎么会有机体的下巴延伸到脸颊上面，有够丑。长大之后看真是有够帅，我怎么会有眼不识泰山？怎么会这么帅？然后顺带一提，就是我的人生中第一台萝卜魂，就是非翼零式 TV 版。那待会呢，我们就会拿出来做一些重点比较。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 RG 非翼零式 TV 版表现如何。始めましょう。板件数量包含光束件特效，总共12片。很扎实的11片大片板件，可以看见完全没有成型骨架了，意味着稳定度应该是可以有保障啦。我个人是很期待。贴纸的部分就是 RG 老样子的真实感贴纸，包含金属质感贴纸跟标示胶贴。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好，那我们这台 RG 非翼零式的骨架是先组装完毕了。那整个组装过程呢，我只能说，哇！上一次我记得喊出哇，应该是 NGSD 的掉毛吧？就这一次非翼零式又让我喊出哇，怎么都是你呀、就是都是非翼零式好吧，那这一次呢 ，RG 非翼零式让我觉得很棒的地方主要有3点了。那第一个，首先就是它没有再采取就是以往 RG 的这种成型的骨架那取代呢就是全部都是拼装的骨架了。那所以呢，整体的结构我刚刚是把玩了一下，觉得是蛮稳固的啦。那是没有什么东掉西掉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外装甲装上去之后会不会再发生同样的悲剧，等一下再来看看。然后再来第2点就是这一次，它就是连翅膀的骨架一起全部做出来，我觉得蛮棒的。但同时也造成一个隐忧啦，就是它的翅膀本身就已经很大了。那以往的有大翅膀的机体呢，通常都会蛮重的那蛮重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么多的塑胶，我个人是觉得这台的平衡性可能是没有到那么好啦。不过没关系，我们一样装完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搞不好其实意外很好。然后再来第3点，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这一次的内购真的非常多。我记得是之前的影片我都有讲到说，万代在10几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想办法把骨架整个精简化，那主要就是用在功能性上面，那可以让外装甲更紧实，然后或是摆出更大的动作啦。那结果这一次呢，非翼零式，它的这个内购是真的非常多
那主要它都透过一些刻线啊，然后还有一些上下这些层次的结构，然后去做出来一个机械感哦。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这个搭配这些散热口的部分，直接在上面，所以让你会觉得说整体非常机械化。然后再来翅膀的部分也有，翅膀的部分虽然里面会有一些管线，但其实近看的话，你会觉得是有抵阳春啦。不过全部都展开情况下，直接这样远看过去，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再来啊，你看像这些喷射口的地方，这些内部都有做到刻线，那其实这些细节万代都处理得蛮好的。好，那我们就赶快将这台 RG 非04的外装甲装上去 ，Go！好的，各位，这台 RG 的非104组装完毕了。那得说组装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脚部，因为它其实骨架组装上是有点复杂啦。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些地方那可能需要拉一下，然后移动一下，就是让位给其他零件，让它可以卡进去哦。就虽然说以前就也有组过类似的模型，就有骨架的基本上都会有一点点啦。不过就是这一次让我觉得有点碰到小小的瓶颈，当然也可能是我太蠢。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次的组装上面有不少的锁扣设计，所以就提高了不少稳定度哦。就骨架非常紧实，然后再来变形的时候零件也不会东掉西掉的，这一点是真的棒啊。先来快速看一下外观，非104的上半身色彩本来就很鲜明，这一次 RG 在下半身使用了常规的白色跟灰白色配色，搭配各处这一次列甲的结构，露出骨架的深灰色，让整体的视觉感更上一层楼。腿部给人一种壮硕的感觉，这点跟刚才提到的列甲设计有关。透过这样的设计，各处装甲稍微向外推出，因此看起来很壮硕。背后的翅膀也非常大，几乎快跟本体一样高了。周边正好没有 HG 版本，就拿体型相近的罗伯魂来比对，翅膀的差距一目了然。不只是高度，整个轮廓都大了一圈。脚部的差异透过比对也很明显。RG 不仅颜色更丰富，小腿肚的细节也更立体，修饰的稍微圆润些，粗壮感立刻就呈现出来了。上半身的比较中，罗伯魂的立体感不如 RG 明显，这主要是因为 RG 在装甲转角处的面积更大，营造出装甲之间带有缝隙，却有很自然的效果，因此呈现出更丰富的层次感。再来看一下翅膀，首先是喷射背包，在组装的时候，除了有基本的向下锁扣之外，这一次在背包外装甲装上之后，还有第二个锁扣，所以可以说是双重保护，因此绝对不可能再有脱落的问题发生。超棒的结构，那就是途中派玩家要小心在踩的时候不要硬拔断了。翅膀展开之后配合骨架，也能有很棒的视觉情报。除了骨架的内构之外，在翅膀的内部也有详细的层次细节或是刻线等，卡榫也都采用了类似铆钉或是散热口的外观，那这些都是很优秀的设计啊，给个满分。平衡感的部分，大翅膀位居两侧时自然是没问题，不过将翅膀搬动至后方时，问题就会浮现。就算手持双枪，也都不一定站得稳。只有再加上盾牌，并且将翅膀稍微向内缩之后，才有办法得到较高的平衡度。手掌部分给了成对的握拳，双手持握武器，以及左手的开掌造型。这一点得小喷一下，小气巴拉的，给个成对的开掌不会怎么样的吧？万代
总是可以在几乎完美的作品给一点小瑕疵诶。特别看一下持握武器的造型，相较于 HG 的方形开口 ，RG 的边缘修饰得更圆润，所以可以直接将武器套进去，完全没问题，不需要拆下手掌盖，也不会遇到双手持握双管破坏步枪时手指撬开武器掉落的窘境。除此之外，针对双管破坏步枪，手掌后方的球形关节还设计了一个小卡榫，替换后可以在装甲内防止下垂，是有用心设计过的手掌，很懂非104需要什么。基本上我是非常满意的。手持武器的部分，招牌的2把破坏步枪、2把光束剑以及盾牌。破坏步枪的大小比较常规，但也可以透过拉伸的方式延长，实现大功率输出模式。后方也可以拉出小卡榫，将双枪结合变成双管破坏步枪，中紧度我觉得很刚好。当然，为了配合变形，扳机同样可以折叠收纳，后方设计了一个小型卡榫，方便翻回来。不过这个卡榫就比较紧实了。光束剑的部分就是 TV 版中的绿色，平时不用时可以收纳在肩甲的内侧，还原设定。但这部分操作空间比较小，取出的时候推荐用镊子拿会比较好操作。盾牌前端的绿色部分采用透明零件，内侧有不少内构细节，两侧的火神炮也都有还原。但我右边这个在剪下来的时候，不小心被我剪断一小节了，所以只能拿手边的工具修复一下。平时使用时是透过内侧的卡榫，直接卡在前臂的洞里面，稳定度是非常够的。前端的翼状设计内部是齿轮构造，可以同时展开。除此之外，盾牌可以向外侧延伸，给我的感觉就是要拿去扁人了，很凶啊！这个内侧的部分，两侧小卡榫可以向外搬动，用来在变形时固定破坏步枪。上方则是平时卡在手臂上的卡榫，同样可以配合变形向上搬动。接下来看可动，首先一样先来看头部，在脖子处还有一段关节，因此在俯仰、前后摆动都有很好的表现。那至于侧摆以及左右旋转，这些都没问题。肩部火神炮的护盖可以向上掀起，但由于平时会跟耳朵产生干涉，需要先将头部旋转之后再掀开。内部的火神炮可以向外180度翻折，空间比较小，这边建议用镊子来操作。零式系统两侧的护盖可以掀开，露出内部的黄色散热孔。虽然平时用不太到，不过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小细节的啦。驾驶舱盖可以开启，不过里面就什么都没有，就是个能打开的盖子，而且这个盖子蛮松的，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啦，是所有关节里面最松的。那我个人是重新确认过，是没有剪断任何不该剪的卡榫，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点烦躁。弯腰是2段可动，表现不错。弯腰的同时可以看到在背面以及侧面都可以看见内部的骨架。后仰就比较可惜了，可动幅度极小。侧摆除了上胸甲的摆动之外，还可以配合腰部的关节，有着2段可动，那有很不错的范围。左右旋转也是妥妥的没问题。手部采用球形关节，不同于高规格模型常用的直轴设计，但稳定度算够用的啦，至少手持单枪甩动不会下垂，但紧实度相较于其他关节有一定落差。前后360旋转没问题，外摆关节同样也有配置，但效果很有限，不过足以实现双管破坏步枪的姿势了。肩甲可以向上掀起60度，当然为了配合变形，可以向外拉动之后再往下搬动。除此之外，肩甲的翼状造型分别有3处是可以进行搬动的，在蓝色与红色之间还有一处小喷口，那这个喷口呢也可以进行搬动，平举可以达到接近150度的夸张角度，手肘弯曲2段可动也是150度。再来，除了正常的根部旋转之外，前臂也有额外的关节同样可以旋转，手掌旋转也是正常的水准表现。前裙甲各自独立可动，可以向上掀起180度，后裙甲平是有卡榫扣住骨架固定，解开之后可以往上下搬动，这里也是用到手扣固定住，完全不用担心会脱落。中间造型部分向上掀起之后会看到展示架洞，通常是新飞鸟形态下才会使用。侧裙甲的可动就不少了，前后摆动、平举以及旋转这些都做得到。除此之外，为了配合变形，还有一段向外拉动的关节，可以将可动幅度进一步的提升。脚部的前踢最大角度是110度，后踢配合后裙甲的向上拉伸可以来到120度，侧踢也有100度的角度。因为这边是锁扣设计，所以在摆动的时候会感觉得到有段位。根部旋转由于大腿的造型，角度就是大概90度多一点，也是靠着锁扣跟脚部固定着。髋关节同样也有配置，这一次是以从根部为中心上下滑动的关节，
当然就是配合招牌的姿势所设计的。只能说万代对于非翼零式真的很好啊，每次针对这个姿势都会有不同的髋关节设计。屈膝两段可动，在弯曲的时候会有非常华丽的裂甲效果。我个人是觉得不会输给 MGSD 掉毛的程度啦。不过在推回去的时候，小腿肚会因为结构上的关系，会在稍微向上掀起一小段之后才会归位。但其实也没到说100% 的归位啦，膝盖处也是，都需要手动加慢推回去才行。不过这个还好啦，问题不大。脚掌盖可以上下旋动，脚掌的前后摆动没问题，而且在上前摆动的时候还可以有裂甲效果。至于侧摆没问题，在勒零旋转也是妥当。那至于脚掌前端在向前搬动的时候，会跟后脚跟有联动裂甲的效果。那这个主要是为了变形机制存在啦。至于向下翻折则是90度。接着是喷射背包跟翅膀。喷射背包的喷射口可以上下搬动，下方散热口的部分可以向上掀起，是第二个展示架动。大部分是在 MS 形态下使用。翅膀的机械臂总共是9段可动，听起来其实很恐怖，因为以往这种多段关节的机械臂在把玩的时候都很难调到理想的状态，调整时常常不顺自己的意，还得找出是哪一段的问题。但非翼零式 TV 版本身就是单纯背后4片张开这么简单，或是收纳，那不像掉毛版是有那么多花样可以玩哦。再加上这一次万代在翅膀跟喷射口之间的机械臂基本上都是水平方向来调整，所以可以很直观的调整好。除了一处是调整上下的角度，以及翅膀本体跟机械臂是球形关节之外，那拜这些设计所赐，翅膀的张开跟收纳都是非常简单。这样子的结构设计，除了满分，我是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是真的棒啊！再来是喷射口的可动，华丽的演出啊，各位！透过内部的构造，在旁边的小把手搬动之后，可以看到喷射口用类似开花的方式绽放，而且会将内部的喷射口向外微微推出，太强了！我自己这边是玩了10几次啊，是真的看都看不腻哦。最后来看一下新飞鸟形态的变形。首先将头部旋转180度，双肩胛向下折，两侧的侧裙甲向外拉动，后裙甲解开之后，将躯干180度旋转，将后裙甲向上搬动，接着搬动髋关节，让双腿根部位于最下方，屈膝至接近90度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这边有个卡榫，我们需要将它解开，单独推动腿部下方至大腿前方的位置。接着将小腿肚的装甲继续向外搬动，脚掌180度旋转之后，将前端往上搬动，就可以直接收纳在腿部的装甲之中。接着将脚掌前端因为联动而出现的喷射口向外拉出，最后将小腿肚装甲内的喷射口向外推，这时候就可以将这个卡榫卡进脚掌的洞里面了。那这边有时候其实卡榫会对不太到，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大腿跟小腿之间的角度，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将我们的卡榫卡进去了。接着就是将翅膀张开，并且摊平，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角度，喷射口花也给它绽放出来，将盾牌内侧的卡榫向上掀到最底，然后两侧的卡榫我们也将它向外搬动，将双枪的扳机折叠之后，卡进我们刚刚这边的卡榫内，最后将盾牌上的卡榫卡进喷射背包上的洞里面，这样子我们就完成这个新飞鸟形态了。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不过实际上玩过一次之后很简单，步骤也很容易记住。新飞鸟形态的造型也很好看，大比例的翅膀也是增加了整体的霸气感，帅。那以上就是这台 RG 非翼零式的开箱了。那整体来说，我就是大满意。看我刚才吹那么多，就知道我是真的对这台爱不释手。这台应该可以排进我今年组货的模型里面前3名，我觉得应该有，这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说你真的要挑的话，就是它肩膀的那个球形关节啊，还有就是手掌的数量给的不够多，就硬要挑的话，这2点就是有点鸡蛋里挑骨头啦，硬要拿出来说嘴的话，那其他的部分我是真的觉得真的很棒。那我觉得用再多的形容词都很难去表达说这台设计到底有多优秀、多精致。总之，各位去买去体验就知道了，推荐给各位。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